Hello， 大家好。由于加拿大央行恢复并连续2个月加息，7月份加拿大房屋销量环比下降了 0.7%， 同比增长了 8.7%。同比增长是因为去年7月份的销量非常惨淡，与上一年同比暴跌了 29.3%。上个月10个省份中有5个省份房屋销量下降，其中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、安大略省和 BC 省的降幅较大。环比销量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几大热门房产市场，比如大多伦多地区销量大降了 30%， 蒙特利尔下降了 15%， 大温地区下降了 18%， 卡尔加里下降了 16%。 Remax 地产公司认为，过去16个月里利率的快速上升给加拿大房产市场造成了僵局效应，买家在购买的时候犹豫不决，而卖家则不愿意挂牌出售。实际上，不愿挂牌出售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上个月新挂牌量环比增长了 5.6%， 销售于新上市房源的比率从 63% 下降至 59% 的正常水平。7月份的库存供应量从上1月的 3.1 个月增加至 3.2 个月。7月份加拿大平均房价环比显著下降 2%。按省份来看，萨省、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大。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认为，更高的利率正在对房产市场产生影响。加拿大央行在1月份宣布暂停加息，随后加息暂停了4个月的时间。因为1年期国债收益率会受到投资者对未来通胀预期的影响，如果投资者预期通胀会上升，他们可能会要求更高的收益率。加拿大1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月份的 4.75% 跌至3月中旬的 4%， 短期利率也随之下降。结果，这导致房产市场和投资者盲目相信加拿大央行不但不会再加息，而且很快就会降息。于是，房地产市场又掀起了一波热潮，有很多人在这一波抄底中又抄到了山顶。央行恢复加息后，连续2个月加息25个基点，使人们不得不相信高利率环境将持续更长时间。今天，1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超过了 5.3%。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7月份抵押贷款利息成本同比上涨 30.6%， 是整体通胀的最大贡献者。去年7月所有抵押贷款报价中有 57% 是浮动利率，但是随着加拿大央行将利率从 0.25% 的历史低点提高至22年来的最高点 5%， 购房者纷纷转向固定利率。根据加拿大住房和抵押贷款公司的数据，2023年第1季度加拿大新抵押贷款的平均月供为1984加元，比2019年的1415加元增长了 40%。同期现有抵押贷款的平均月供为1551加元，比2019年的1277加元增长了 20%。月供增长速度已经加快，目前达到了至少5年来的最高水平。自2019年以来，每月抵押贷款还款额的年增长率通常约为 1% 至 5%， 而在2023年第1季度，年增长率上升至 13%。拥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人，央行每次加息借款成本都会上涨。虽然大多数浮动利率抵押贷款都选择了固定付款，每月付款金额没有太大变化，但他们月供中利息所占的比率不断提高，摊销期限也变得更长。30年、50年、70年、99年的都有，最近甚至还出现了无期限抵押贷款。还有一些持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人，他们的还款额随着央行的基准利率变化而浮动。自加息以来，他们的还款额已经大幅增加。平均而言，2021年3月获得此类抵押贷款的人，每月比首次获得贷款时多支付801加元。截至去年11月，大约1/4的浮动利率抵押贷款人采用这种方式。加拿大央行表示，几乎所有的贷款人都必须在2026年之前更新抵押贷款，他们每月的还款额会增长 20% 至 40%， 而且只有当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恢复到历史正常水平，并且加拿大央行开始降低基准利率时，借款人的压力才能得到缓解。在借款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，房租收入最近却出现了下降。过去2个月，蒙特利尔几乎每个社区的租金都呈下降趋势。今年7月至8月期间，一居室公寓的平均租金下降了86加元，至每月1587加元。这说明租金的上涨离开了经济基本面的支撑，必然是不可持续的。7月份，其他消费支出也开始放缓。
服务支出开始下滑，旅游热潮已经失去动力。7月份的实际和名义支出均低于3月份的峰值水平。尽管餐馆支出有所增加，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价格上涨，而不是更多的餐厅光顾。消费疲软的早期迹象与失业率上升基本一致。下半年随着家庭偿债比率攀升至历史新高，实际消费预计将进一步下降。由于多年的资源配置不当，加拿大未来的经济形势不妙。目前我看到最悲观的预测就是加拿大在未来12到18个月失业率将超过10%，家园的购买力将严重下降。现在加拿大的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上升，第二季度全国办公室空置率攀升至18%，大多伦多地区达到了18.5%，这在加拿大仅排名第3，仅次于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。自2021年以来，基金公司和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的住宅，这导致房价上涨，通胀飙升，房屋库存减少，资本竞相涌入房产市场，对经济极为不利。因为当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费用上涨的时候，企业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来补偿这种成本上涨，然后企业为了保持盈利，又必须提高商品价格，从而推高了通胀水平，最终将会导致经济衰退。即使在加拿大央行恢复加息的情况下，7月份的年通胀率仍上升至 3.3%， 高于预期。这标志着自6月份以来物价增长步伐加快，其中杂货价格更是同比上涨了 8.5%， 这给央行9月份的议息会议带来更大压力。与此同时，美国7月份的零售额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，这是美国消费坚韧不拔、持续增长的最新迹象。很多经济学家推翻了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测。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也显示，美联储现在仍然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，并且暗示需要进一步加息。而美国的基准利率现在仍高于加拿大50个基点，后面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。最近一些房地产利益相关机构提出，目前的房产市场已经不再需要抵押贷款压力测试。按照目前的利率水平，借款人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获得利率在 7% 到 9% 之间的抵押贷款。其实这个测试利率看似很高，但是远低于私人抵押贷款利率。私人抵押贷款利率现在恐怕已经超过 12% 了。抵押贷款压力测试的目的就是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，降低借款人违约的风险。如果取消抵押贷款压力测试，必然会导致违约率飙升。现在来看，即便不取消抵押贷款压力测试，未来抵押贷款违约率依然会飙升。加拿大房地产和抵押贷款协会的调查显示， 34.1%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目前的抵押贷款感到后悔， 21.8% 的受访者表示加息使他们的抵押贷款负担不起， 64.8%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知道如果抵押贷款利率达到 5%， 自己的月供还款额是多少。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无法在60岁时还清抵押贷款，而 8.2% 的人认为自己要到超过80岁的时候才能还清抵押贷款。加拿大新任住房部长最近表示，他的住房解决方案是在不压低房价的情况下让人们负担得起住房，手段是建造更多的房屋，但是在现有环境下不降房价和负担得起本身就是十分矛盾的。这位部长既卖矛又卖盾，他的矛无坚不摧，他的盾无矛可破。这显然是一个神话故事。其实只有3个途径可以提高住房负担能力：一是增加收入，但目前加拿大的经济面临衰退风险，这导致收入增长受到限制；第二就是降低房价，目前已经看到房价下行趋势，尽管还有很多高杠杆投资者还在扛顶，但是价格已经明显松动；第三就是降低抵押贷款利率。无论从美联储的表现还是加拿大自身的通胀情况，高利率都将长期存在。所以最终提高住房负担能力只有一条，那就是降低房价。加拿大央行加息速度最快的时期是发生在去年夏季，经济要完全感受到加息的快速影响，通常需要1年的时间。因此明年夏季是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皇家银行最新的报告显示，自4月份以来，新挂牌上市数量已经飙升 24%， 完全扭转了前段时间房源数量下降的趋势。过去2个月市场发展使供需状况恢复平衡，近期市场降温，证明前段时间的房产市场反弹是不可持续的。
房价指数自去年3月份达到峰值以来，现在已经下跌了 12.2%， 约合116100加元。皇家银行认为，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未来之路可能会崎岖不平，预计利率上升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抑制买家的热情，同时可能迫使一些现有业主出售他们的房屋。由于失业增加和经济不确定性削弱了市场参与者的信心，经济衰退将进一步产生阻力，房产市场在降息之前都将放缓，价格上涨也会受到抑制。国家银行认为，随着加息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加上他们对劳动力市场放缓的预期，未来几个月房地产市场可能会继续失去动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